呃，同学们 ，welcome back。进一步的从我们这个理科类的文章来讲吧，还是从这个实验类的文章来讲，从科技类的文章来讲。刚才讲的是一个生物技术。下面的这一个文章呢，它虽然并不是特别非常的这个偏自然科学，它是一个心理科学。说实话，这个心理科学呢，现在呢很难说它到底属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而且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这种研究手法和这种研究方式呢，也越来越接近了。像比如说，很多同学在考研的时候考心理学，现在很多学校的心理学专业实际上它都和医学有关系。甚至你走进比如说北师大的心理学系，你会发现他们里面的什么 CT 呀、核磁共振啊，这和医学生其实学东西是一样的，很多相像的东西。那么同学们看到163页上面第31篇文章，那么就这篇文章来讲 ，Time to be honest， 等我说实话。到底人们诚实和撒谎是出于什么的？这是这篇文章要去讨论的内容。文章一开篇就提出一个问题 ：Is sin original？ 那么正常语是 sin is original， 也就是说罪恶是原本的嘛？也就是说是原罪吗？或者说我们人生来就恶吗？ That is the question addressed。一个单词非常棒 ，address the question， 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说这到底是什么？三个都有。提出、讨论、解决都可以用 address， 就看你在哪个语境下你在选哪个。address the question， 这是他所提出并且讨论并且尝试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到底这个罪恶是不是原本的东西 ？Shaw Salvi, a psych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家。In a paper just published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这本是在心理科学这个杂志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所提出的一个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尝试去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Dr. Salvi and his colleagues, Ori the Ada and the Yola, the Berube Mayor of the Ben Gurion University in Israel， 这几个词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读对还是没读对。因为名字的东西谁也说不好，希伯来文该怎么读 ？Israel 这个肯定是知道的，以色列的一个大学，他们的一个团队，一个来自于阿姆斯特丹，一个来自于这个以色列，跨国合作。Wanted to know， 他们想知道 if the impulse to cheat， 欺骗这种冲动。is something that grows or diminishes when the potential cheater has time for reflection on his actions。 他们想知道欺骗这种冲动是不是这样的东西 something 怎样东西呢？ grows 产生 diminishes 消失，就是当有可能的欺骗者有时间来反思他行为的时候会产生或者消失的东西。In other words， 换句话讲 ，is cheating instinctive or calculating？ 这两个单词非常重要。Instinctive 到底是无意之间的，也就是说出于本能的呢，还是 calculating？
还是有意为之的呢？到底是 instinctive 呢，还是 calculating？ 到底是无意的也是本能的，还是说 calculating 有意为之的？这点就是他们想知道的。也就是说，当有时间去反思他们的行为的时候，你思考一下哈，看这句话 ：is something that grows or diminishes。grows 产生，冲动产生 impulse。grows 产生 diminish 消失。当他们有时间去反思他们的行为的时候，这种撒谎的冲动会产生呢，还是会消失？如果有时间，听好哈，如果有时间去思考他们的行为，那么这种撒谎的冲动产生了，那么就说明撒谎的行为就是一种有意为之的。calculating 本来是表示计算，就是有意为之的。我是通过我的思考，通过我的计算，通过我的考量，我得出的，我要撒谎。但如果说我有时间去思考，那么我这种撒谎的冲动就消失了，那就说明我撒谎不是出于我 calculating， 而是说我无意之间，我出于我本能，我就给你回答出来了。这一点就很重要了。Appropriately, the researchers' apparatus for their experiment was that icon of the sinful activity. 在这儿，逗号之后 gambling die 有几个单词，一个单词叫做 die。gambling die。die 这单词不是表示死，它是表示的是骰子，它的复数形式呢是 dice。die 赌博用的骰子就成为了研究者的实验的研究器具 apparatus， 而骰子呢就被认为是 icon， 我们这个象征 icon of sinful activity，叫做邪恶的行为的象征。因为赌博嘛，它肯定属于一种相对比较邪恶的行为，而赌博和各种什么凶杀呀这种各种方面都有关系了。你就说一说到赌博，道上的朋友对吧，他用作他来作为他的研究器具，在这地方其实就是 A was that B 逗号 C。 A was that B 逗号 C。 那么这句话你怎么去理解它呢？ A was B， 我 A was， 你说老师 A was B 是这个 that 加在这儿，它就让整个句子显得非常的正式。 A was that B，卖个关子 ，A was that B， 逗号 C 做 B 的同义语，实际上 that 在这肯定没。你说老师我把 that 去了 ，A was icon of a sinful activity， 行不行？你把 that 去了，整个句子不会产生任何语法上和语义上的错误，但是加上 that 以后就显得正式。甚至于就是说以后还有一种说法是 A was that of B， 还有一种说法是A was that of B， 以后看到 A was that B 或什么说明 that of B 或者 that of B 的时候，你把这个去掉就 OK 了，翻译的时候也不用去搭理它，它就是为了让整个句子显得很正式，就好像学日语当中所谓的敬语一样的，中文当中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理解好就行了。研究者的实验的器具就是被认为是邪恶行为的象征的赌博的骰子，这样做是很合适的。你说老师在哪儿？第一个单词 appropriately， 作为一个副词，
往往是在修饰整个句子，而修饰整个句子的副词呢，我们通常是把这个句子翻译完了以后，然后再说这样是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再根据这个副词的语义来进行翻译。所以你看这句话我理出来就是：研究者实验的器具是邪恶行为的象征，赌博用的骰子，这样做是很合适的。They want to find out， 他们想找出 whether， 看到 whether， 我就会去想 or， 因为 whether 搭配是 or 嘛，就好像看到 neither， 我就会去想到 no or， 看到 neither， 我就会去找 no， 看到 both， 我就会看到像什么 and。大体情况下，只要不出大的意外，它都会出现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 or 就是在下面了。Whether people were more likely to lie about the result of the die roll when asked that result immediately or when given time to think。 他们想知道到底是在 when or when， 所以它这个 whether 的这个是两个 when 所代表的选择疑问句，或者说是 whether when。 首先所以在翻译的时候我就会说，想知道到底是在立即问他们结果的情况下，还是在给他们思考的情况下，哪个情况下他们更容易对他们的摇动骰子的结果进行撒谎 ，more likely to do something， 更容易。这个容易呢是表示可能性，就更有可能性 ，more likely， 就到底是在立即问他们的情况下更容易撒谎呢，还是在给他们时间思考的情况下容易撒谎？就还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段的延续，对于试验的目的和实验的设置内容的一个延续。To carry out their experiment， 去设置出他们的实验，要进行他们的实验。Dr. Shelby, Dr. Elder, and Dr. Mayer gave each of Mayer 这个名字，这个好像以色列人叫这个 Mayer 的挺多的，考研当中也一个科学家 Mayer， 好像他们家挺爱出科学家的，反正这 Mayer 家族。真题当中也谈了好几次 Mayer， 是在06年的时候，但不是同一个 Mayer 哈。Gave each of the 76 volunteers a six-sided die and a cup。 然后这3个博士呢，就给76个志愿者啊，就每个人呢就给了一个6面的骰子，然后给了一个这个骰盅。Participants 参与者呢 were told that a number of them chosen at random， 随机的告诉他们 were told that a number of them would earn 10 shekel, about $2.5 for each peep of the numeral they roll on the die。 就说你每向我们报告一次你摇骰子的这样一个结果，摇骰子的结果，你每报告一个点数，你就可以得到2.5美金，2.5美金。你记住，就是你每一个each peep of the numerical， 骰子上面的一个点数，骰子上面的一个点数，你就可以获得这个2.5美金。当然
这只是随机抽查的，不是每个人都报，随机抽查的。就说你们随机，我会根据你点数来进行这个结果，也就是说你的点数的结果和多与少，你会得出一个结论来，会给你钱。They were then instructed to shake their cups. 于是乎教会他们摇骰子了。Check the outcome of the rolled die and remember this roll. 然后去检查一下摇骰子的这个结果，去看一下这个骰子的结果，而记住这个结果。首先这样子，接着 they were asked to roll the die 2 more times to satisfy themselves that it was not noted, and that done to enter result of the first roll on the computer terminal. 接下来呢，他们就会被要求再摇2次，目的呢，就是满足他们的需求，就让他们知道这个摇骰子的过程呢，并不是被 loaded 的，就是被记载下来的。然后呢，在计算机的终端输入设备上，输出设备上，然后再去输入他们第一次摇骰子的结果。摇，看，关上，再摇，再摇，报告第一次结果。也就是说，我给你可以撒谎的可能性，我给你可以撒谎的可能性，因为你报的点数越多，你的钱越多嘛，人们可能就想撒谎了嘛。但是也不能说所有人都撒谎，他并且告诉你，但你说啊，如果我撒谎被揭穿，肯定大家都不会撒谎，但是就告诉你，你的撒谎不会揭穿，你还会不会撒谎？你还会不会撒谎？就这么回事，对吧？ 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told to complete this procedure within the 20 seconds. 一半的参与者呢，就让他们在20秒之内就必须完成这个过程。While the other were given no time limits. 而剩下的人呢，并没有给时间限制，也是20秒之内摇、看、摇。报告。第二组呢，就是另外的一组人呢，你不用摇，就不用你随便你怎么着，你可以摇，喝水，对不对？看，吃方便面，再摇，喝水，再吃方便面，再报告，对吧？The researchers had no way of knowing what numbers participants actually wrote, of course. 当然啦，研究者 had no way, 没有办法去知道。研究者是没有办法去知道参与者到底摇出怎样的数字，因为你看你前面真正的数字是多少。What number participants actually wrote？ 因为你看前面有个单词叫做这个 computer terminal。computer terminal 就我们刚才讲的终端，当然比如说航站楼，像比如说机场，比如说 T3 航站楼，对不对 ？T3 就是 terminal 3 终端，就各种终端都可以叫做 terminal， 终点一个 terminal， 幸福终点站都可以 terminal， 就是研究者只能在电脑终端上看到他输的那个数字，我是看不到你这个数到底是多少的，而且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再重新去摇，而且不会被 noted， 不会被记录下来，你的最开始的数字是不会被记录下来的，对吧？所以研究者是肯定不知道他第一次到底摇了多少的，但是 they knew statistically， 但是从数字上讲，这帮研究者知道 the average roll 平均的摇的 if people repeated honestly should have been 3.5， 就是如果所有的这700多个人，这几十个人70多个人
他们的报告的话，那么平均数值应该是3.5。如果诚实的去报道的话，有个数字，一个数值在这儿，就是3.5，大体就是3.5。这就是赌场的赔率，就都知道大概就3.5，设这个赔率，神奇的数字。有空的时候去听一下汤家凤老师的课，那这数学就会很好了。我反正是数学上和科学上的小白，反正读这些文章，我是觉得自己很长知识，也想和大家一起来长知识。从数据上来讲，他们知道如果每一次平均的摇晃，如果人们是很诚实的报道的话，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数字应该是3.5，6面骰子3.5，这就给了他们一个底线。From which 指的就是这个底线 ，baseline。从这个底线 ，to calculate participants honest。从这个底线，他们就可以去计算出参与者的诚实度，看一下这个参与者他到底是否真的诚实。Those forced to enter the results within the 20 seconds， 那些强迫在20秒之内去输入答案的、输入结果的人 ，the researchers found， 研究者发现 reported the mean row of mean， 平均，这个单词它可以表示平均。mean row of 4.6， 它相当于 mean 就等于 average。平均数值呢是4.6。Those who were not under any time pressure reported the mean row of 3.9。那些没有任何时间压力的情况下呢，给出的数值平均数值是3.9。Both group lied， 两组人都撒谎。But those who had more time for reflections lied less。而那些有时间来思考的人，有时间来进行反思的人，撒谎的比例要小一些。同学们，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个实验呀！如果真的每个人，但这个利益呢不是那么大，但是呢总是有利益。首先，第一是你即使撒谎，你也不一定能够获得钱，对不对？只是抽取嘛。但是大家还是愿意撒谎嘛？万一抽到了呢？实际上可能估计大家都想，如果真的都是一方坏人的话，那肯定都是6，大家都是6，但大家明显知道已经不可能嘛，对不对？平均数，但是平均数是高达4.9，就已经很可怕了，我靠！大家可能都是冲着这个撒谎去的，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 the conclusion, therefore, at least in the matter of the cheating at the dice。所以结论，至少说在这个骰子这个事情的欺骗上面 ，is that sin is indeed original。that 在这儿呢，就是一个引导词，引导的表语从句，可以省。Sin is indeed original。这地方的 the conclusion, at least in the matter of the cheating at the dice, is that sin is indeed original. Sin is indeed original. That 引导这个表语从句。也就是说，罪恶实际是最原始，也就是说，他相信人生而恶。Without time for reflection, people will default. Default 这单词，你们去看浏览器里面有一个选项叫做默认设置，就叫 default。默认设置 default。在没有时间反思的情况下，人们就会默认到这种被称之为是被贴上撒谎的欺骗的标签的模式上去，人们就会选择默认去撒谎。但这种
模式呢被称之为是撒谎、欺骗。Given such time, however， 但是如果给了他时间 ，they will often do the right thing。他们经常就会做正确的事情。If they want someone to be honest, then，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人做到诚实 ，do not press him too hard for an immediate decision， 就不要强迫他，让他立即做出决定。If you want someone to be honest, then do not press him too hard for an immediate decision， 就不要强迫他，逼得太狠，一定要让他做决定。这样的试验在心理学当中提出来以后，可能不一定非常靠谱，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到我们的实验是在怎么做的，有一定参考作用，很有意思。Time to be honest. Is the thing original? That is the question addressed by the Xiao Shaohui, a psych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in a paper just published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r. Shaohui and his colleagues, Ori Elder and Yolos the Baby is the mayor of the Ben Gurion University in Israel, wanted to know if the impulse to cheat is something that grows or diminishes when the potential cheater has time for reflection on his actions. Is cheating, in other words, instinctive or calculating? Appropriately, the researchers' apparatus for their experiment was that icon of a sinful activity, the gambling die. They wanted to find out whether people were more likely to lie about the result of the die roll when asked that result immediately, or when given time to think. To carry out their experiment, Dr. Shaohui, Dr. Elder, and Dr. Barry B. Mayer gave each of the 76 volunteers a six-sided die and a cup. Participants were told that a number of them, chosen at random, would earn 10 shekels, about 2.5 $, for each pip of the numerical they rolled on the die. Numero they rolled on the die. They were then instructed to shake their cups, check the outcome of the rolled die, and remember this rule. Next, they were asked to roll the die 2 more times to satisfy themselves that it was not loaded, and that done, to enter the result of the first roll on the computer terminal. 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told to complete this procedure within 20 seconds, while the others were given no time limit. The researchers had no way of knowing what new numbers participants actually wrote, of course, but they knew statistically that the average rule, if people reported honestly, should have been 3.5. This gave them the baseline from which to calculate participants' honesty. Those forced to enter their results within 20 seconds, the researchers found, reported a mean roll of 4.6. Those who were not under any time pressure reported the mean roll of 3.9. Both groups lied then, but those who had had more time for reflection lied less. The conclusion, therefore, at least in the matter of the cheating at the dice, is that sin is indeed original. Without time for reflection, people will default to the mode labeled cheat. Given such time, however, they will often do the right thing. If you want someone to be honest, then do not press them too hard for an immediate decision. Label 这个单词
本身是表示一个名词，但是如果加上了 labeled， 就是表示贴上标签嘛。在这样的一些很形象的说法，就是被贴上标签的所谓的欺骗的一种行为模式。心理学总是有意思的，继续再学习。这篇文章到此结束，谢谢。